第一对嘉宾朋友的基本情况。我们相处3年多了，这种日子我根本就过不下去。他妈根本就是一个两面三刀的人，这种日子我受不了。他今天就是拿着我妈的话不放，我妈也没有什么恶意，他也是为了我好。他妈根本就不喜欢我，而且是当面一套背后一套的人，而且背后逼着他跟我分手。我妈并没有逼我们分手，只是想让他找一份新的工作。他现在根本就是在钻牛角尖，这样我真的是太心寒了。每次跟他母亲闹矛盾的时候，他都是在千方百计的维护他家老太太的感受，根本就不顾及我的考虑。现在摆在你面前的只有2条路，要么离开你妈，要么放我离开你。能不能别这么逼我？你们2个我谁也舍不得。印象最深刻的就是那个低沉的女生说，要不然离开你妈，要不然让我离开你。哪儿来的这么大的仇恨呢？掌声请出这一对，掌声有请。男嘉宾小刘23岁，来自长春，自由职业；女嘉宾小陈29岁，同样来自长春，酒吧老板。来，有请2位，有请。主持人好。好，欢迎2位啊！看这个小片基本上说的是他跟你母亲之间的矛盾和冲突，是吧？是的。啊，说说你母亲对他的看法，为什么那么大的冲突？我们2个人认识3年多了，在这3年里呢，几乎就是没有什么矛盾可言，然后呢，在1年之内，就是半年之前吧，见过他的母亲，然后呢，他的母亲，第一呢，因为是我比他年纪大，然后呢，持有反对意见，然后最后因为是我是酒吧老板，他妈侮辱我的朋友圈，说我的朋友都是不3不4的朋友。我妈什么时候说你不3不4，说你的朋友不3不4了？你妈说我的朋友是不3不4的朋友，因为我家有酒吧。你闭嘴，我还没说完呢。除了我的朋友圈以外呢，然后他妈说我利用我的金钱，利用我的优越条件，牵制着他儿子跟我在一起。那是我妈说的，那是我妈说的。再说我也跟我妈解释了，我说咱们2个之间，处对象跟金钱一点关系没有。你说你总是绕着这个事情不放。对，但是也确实啊，咱们2个在一起的时候也都是我在花钱呢。你花过钱吗？那我最后不还上班了吗？你上班了吗？你那是什么工作？对，我工作每天早上9点到晚上5点，你每天都晚上5点正常下班了吗？每次都是无条件的去加班。我工作不好，根本每天都见面的机会都没有，这叫处对象吗？你能不能听我说？你玩了吗？你能不能听我说？说吧。真的，一开始是这样的，就是我不上班，然后我一直他上班，然后最后呢，他说我一天在家待着。游手好闲的，最后我又上班，他又说我天天不陪着他了。然后他妈说我的工作挣得少，你家有钱，你妈也很厉害，你妈也很有钱，你看你妈一天打扮的花枝招展，穿金戴银的，真的就全身挂的全都是金首饰，像个圣诞树一样。真的主持人就差镶一个大金牙了。你有能耐你也跟你妈镶大金牙去啊？他母亲认为你是拿钱控制他是吧？对，他母亲认为我给他花钱是就控制他儿子跟我在一起。那就别给他花了呗，跟他妈说一下不就完了吗？这他妈根本就跟我就不沟通，没有办法去沟通。没办法。而且就是每次过节的时候，我去他家，然后呢给他妈买一些礼品之类的，然后他妈每次都是把礼品接过去了，然后带答不惜理的把礼品放在桌子上之后，往凳子上一坐，根本连一个面目表情都没有，就是僵硬的坐在一个。我问你听我先说完，我现在我说话呢，你别插嘴。主持人，你看他经常是这样。我现在说话呢。他妈把东西放在旁边之后，坐在沙发上，2个小腿包一搭，面无表情。我怎么在他家待？而且就是一句最难听的话，我去他家有几次了，他妈绝口没说，你在我家吃口饭呢什么的，他妈连这句话都没有，我连他家饭碗都没见着过。再说了，你去我家，你说我妈没有给你做饭，没有给你没有给你倒水喝，那我已经跟你解释了很多次了，我妈是担心你在我家吃不习惯吗？有什么可吃不习惯的？我妈不会做饭吗？我妈在家做的饭我都能吃，你妈做饭我为什么不能吃？最后我不还是领你出去吃的吗？也是我花了钱。出去吃的在家里吃的氛围是一样的吗？气氛是一样的吗？没别的了吧？还有吗？那您接着说。他妈住院，然后呢，他给我打电话说他妈生病了，然后呢，我在医院找人，然后呢去安排病房，去安排住院，而且花销，然后呢，刚开始的时候他妈在住院的时候对我还有一点笑脸，等他母亲，离开了医院，出院了之后。乐翻脸比翻书都快，回家就说我的不是了，说我安排的病房环境又不好了，条件不好了，一个双人间还要什么好环境吗？我妈常年的失眠，你说你给我妈找个房间，找个2人间，2个病人，让我妈怎么睡呀？那8个人的病房人都能住呢，4个人病房人也能住，2个人的病房你妈就住不了吗？我问问啊，
他母亲住院都是你安排的，钱也是你花的。住院的所有的费用，还有我找的人、找的专家号，然后所有的病房都是我去安排的。我给他安，我就是说怕他母亲嫌吵，4人间我都没给他安排，我安排的是双人间。难道说像他这么说的话，我还要给他母亲建立一个医院吗？不是，后来的那些话是谁传过来的呢？是当着你的面说的呢？后来的这些话都是我们2个人在唠嗑的时候就吵架的。我说走嘴了。对，吵架的过程中他说出来的。行，我明白了，这次没了吧？都心脏病了，应该不会再有更大的事儿了哈，没了吧？没有更大的事儿了，但是还有事儿。还有事儿啊？那你说吧。因为他家的条件是一般，然后呢，那个时候我张罗买房子，毕竟我比他大，然后呢，他家说了没有那个条件去买这个房子，而且我跟我父母协商了，这个房子由我来承担这个房钱，然后我去买房子，后来他妈说了，我买房子还要写他儿子的名。这件事情你总是得理不饶人。我什么叫得理不饶人呢？正常结婚的话，应该是男方买房子写女方名，为什么我花钱买房子还要写你的名呢？是你娶我还是我娶你？那不是咱们2个过日子吗？再说了，你能不能考虑考虑我妈？难道我就得给你买房子吗？你妈说让我给我买房子，然后写你名，我还得给你家买房置地吗？我妈不是担心我以后怕受到咱们2个如果再离了怕受到伤害吗？再说了，最后如果咱们2个分手了，那个房子是你名，是不是房子以后就是你的了？我买房必须得写我名。这次该没了吧？还有一次是他妈让我帮他弟弟去找个工作，这是他妈亲自给我打的一个电话，这是在我意料之外的啊，他妈给我打的电话，然后我接起来之后，他妈是说让我去替他弟弟去安排一个工作，然后呢，我确实我几乎每天都在忙，我没有什么就是合适他弟弟的工作去给他，然后我就把他弟弟安排在我这儿，安排在我的酒吧里上班，毕竟就是说属于是自己的家里人，在我这儿上班呢，我会照顾他一些多一点，然后呢，我不能说他弟弟在我这不好，但是说在上班期间，他绝对是好吃懒做。那不是我的弟弟吗？我弟弟才不到20岁，那去你酒吧就是一种历练呢。他是小孩吗？然后经常挑我弟弟，说我弟弟在他家带着一帮朋友去我们家玩，然后呢跟我说姐，我这帮朋友的那个钱你别要了，我一而再再而三的去给他签单免单，他不是说1个单2个单的事儿。还有一件事，然后在酒吧，他也是跟我因为这件事情吵了半个多月。有一次酒吧打架，人家酒吧打仗，然后呢，他弟弟拽着他直接就跑了。我就在想，你身为我的男朋友，你把你的女朋友，身为你的女朋友扔在那个现场，你感觉合适吗？陈宇，你5大3粗膀大胸腰的。打架你还能打不过他们吗？我可能跟人家去干仗吗？我跟你讲啊，这是怎么回事？那天呢，酒吧确实打起来了。换着在座的所有每一个男人，可能把自己的女朋友扔在一个打仗的现场吗？你问问在座的所有人。那天只是2个女的打架，我一想也没有什么事儿。2个女的打起来，有可能比2个男的打。你能不能让我说完？你能不能让我说？然后呢，当天呢？只是2桌女的打架，我一想呢，也不可能打成什么样。然后我弟弟呢，也是怕我脾气不好，怕我再上去跟他们打起来，所以把我拉到门口了。然后我不是一直也在后面守着你吗？你说就因为这件事情，半个多月没跟我说话。你是在楼下守着了吧？如果他们2个真的打到一起的时候，如果真的不有意外碰着我的时候，那就不是你在楼下守着我了，是120在楼下守着我了吧？陈宇，你摸良心说话，你这体格你能不能打过他们？打不过。你现在还花他的钱吗？实话实说，我花点你钱怎么了？其实吧，花点钱无所谓，但是我为什么要花钱不讨好呢？费力不讨好呢？你当初喜欢这个小子什么呀？因为第一当初吧，他挺文静的，而且呢，就是在我俩认识的期间呢，他是跟朋友去酒吧喝酒，然后因为当时呢，他的朋友有一个过生日的，因为我身为酒吧老板，然后呢，他们还是新客人，我就送了一些果盘、干果或者蛋糕之类的吃的。然后呢，去跟他们喝了2杯酒，然后呢，后来互相留了一个电话号码，留了一个微信，然后呢，就是慢慢的呢，他有的时候会发个微信说你吃饭了吗？就是那种嘘寒问暖的那种感觉，就说是在我们就是在女人看来说，哎，这个男人不错。哦，就这么喜欢他了？你觉得他会对你好，对吧？对。他对你照顾的好吗？确实挺好。确实挺好，你承认是吧？承认。你打心里你瞧得起他吗？如果说我真看不起他的家庭，他的家庭条件一般，我看不起他的家庭的时候，我完全可以离开他。啊，我下面有件事其实挺担心的，因为在小片里你说，要不然就让，要么你离开你妈，要不然你让我离开你。啊，这是我最终的观点。啊，我妈养我那么多年了，我怎么离开她？你就不能跟我妈好好的吗？但是跟你走到最后的是我，不是你妈。好吧，我下面最担心的一件事是。
好像还要跟你母亲有个连线。是的。你不会跟人吵起来吧，姑娘？不能。那我们就试着接一接小伙子母亲的电话吧。来，喂，你好，我们这是爱情保卫战，您的儿子小刘和他的女朋友小陈在我们的现场。我有几个问题想问问您，您看方便吗？方便，请说。啊，你喜欢您儿子的女朋友吗？如果说那个心里话吧，心里不太舒服。是为什么呢？就是因为他年龄比他大几岁，是吧？这是第一个，第二个，他是酒吧的老板，酒吧的人都不好嘛。当然说是总有闹事的，我心里不太放心。哦，这个小陈当着您的面跟您发过火吗？反正就是不是说什么发火，就是说是声音大了一点的说话。他对您会非常强势吗？比如说拿话冲您什么的？对啊，我们俩都是强势女人呢。哦，他经常跟我妈喊，就跟喊我一样。我什么时候跟你妈喊了？现在你怎么就没给我妈喊？你先把嘴闭上。你怎么没有？电话已经接通了，现在阿姨已经听着呢。啊，好。如果您儿子一定要娶她的话，您同意吗？哎呀，如果违心的说就得说同意，从内心的说就有点不太舒服。行，我再往下问，他们结婚之后，是住在一起还是不住在一起啊？我不跟他们住一起。各过各的是吧？他都买房子还跟我住一起干嘛呀？哦，以后您还管您儿子吗？管了，必须管，我的儿子我能不管吗？他结婚以后你也管啊？结婚以后，他要是怎么说呢？有的时候吧，就必要的时候得管一管。啊，比如说什么事儿呢？他们家我可以不管，你儿子工作了，穿着用的了，这都应该媳妇管。你是娶媳妇呢，是娶保姆呢？你怎么跟我妈说话呢？我跟你妈说话怎么的？你吃的住的用的都得我管，吃喝拉撒都得我管，你是我生的呀。小陈啊，你听我说一句，你说你俩结婚了，你不管谁管呢？但是我俩现在是没结婚呢，而且我听你儿子说的啊，现在你每个月管你儿子要2000块钱的赡养费，但是现在你儿子没有工作，已经半年了，这2000块钱可都是我给你拿的。我父母年龄那么大了。我养我儿子小，他要赡养我老。你儿子一个月还没挣到2000块钱呢。我来打断一下啊，如果他们分开了，这个钱要还给这姑娘吗？这个钱不应该给他，他给我的赡养费啊，他接受80，他接受我的儿子了。行，那我明白了，谢谢您啊，再见。所以这中国的老话都说的特别好。吃人的，拿人的，你们看怎么办吧，老师们，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。阿木老师，我第一次遇到这个问题，不知道该如何去说，因为我觉得你们两个人真的不太合适。那小伙子，你认为你妈妈在对待他的问题上过分吗？再说她也是我的妈呀，她也不能。是，也就是说你的这句话呢，其实你认为你母亲很多地方做的不是特别认可，但她毕竟是你母亲，你不能背叛她，是吧？我相信这位小伙子，其实你知道你女朋友过得很不容易，你也知道你亏欠她很多，但是呢，由于你自身的自尊，亦或是你维护你母亲的形象，所以你违心的在和她进行争论，所以你的底气不足，因为你其实内心中站在她这个角度上的，只不过由于那边是母亲。小伙子，我个人观察你有很强烈的恋母情节，这个恋母情节体现在对于母亲的依赖，而且你的思维意识跟你的母亲非常靠近。我再冒昧问一个问题，你父亲跟你母亲关系怎么样？他们是重组家庭。就是小的时候是不是你的父亲，你跟你亲生的父亲接触的很少？那这就是一个问题，就是在家庭里作为一个父亲的角色的缺失，对于男孩子的这个男性还有父亲形象的这个关照，在他内心当中实际上是失衡的。但是你为什么找他呢？你不觉得他像你一个新的妈妈吗？男性在最早接触异性的时候就是母亲，所以每个人都有恋母情节，你不用抵触这个问题。只不过由于你的母亲太强势，她剥夺了你自我意识的这个权利。而且因为你母亲很强势，所以你的人格镶嵌在你母亲的那个思维模式里，你们变成了固不可分的。这一点我个人觉得我挺同情你的，你很痛苦，因为你不可能跟你母亲剥离，你要时时刻刻维护你母亲的形象，
那遇到和你母亲产生争执的女性的话，你没有任何的办法。所以我觉得减轻你们俩最好的痛苦的方式就是分开，而且越早越好。但是我还有一点，我个人觉得小伙子你完全不独立，不像个男人。你刚才说的每一句话，其实我觉得你都不自信，但是你也没有办法，因为你长期小的时候就缺乏父亲的能量和父亲的这种意识形态，所以你的男性的那种思维模式是缺乏的。比如说，我就花你一点钱怎么了？这个是典型对于女性的一种依赖。那么你为什么会找到这样的一个女孩子呢？我觉得她弥补了你成年的时候对于母亲那个角色的一个需求，她能照顾你，能给你钱花。所以我希望你能注意，如果有一天你不能够独立起来，而且意识到这个问题的话，你以后找的哪一个女孩子都将跟你母亲成为劲敌，因为你都在找你另外一个母亲。所以我希望你们两个人好自为之，好聚好散。好，谢谢阿毛老师。那我想说，心直口快，善不善良暂且不论。那么今天我在现场听到的是，母亲在电话的另外一端说话是比较中肯的。但是我听到今天你的这个气场其实是很冲的，当着全国人的面，妈妈是自制的，而你是失控的，就是在这种场的感觉下，没有任何一个长辈能够接受得了，长辈永远是长辈，这个别说在这个地方。那么这位先生，你能平衡你和你母亲和现在女朋友的关系吗？你平衡不了，你甚至在这个环境当中起到了一个破坏性的作用。所以说，如果你没有这个能力的话，那么这两个女人你是无法扭在一块儿的。这个姐弟恋，谈恋爱的时候很舒服，但是该担当的时候他担当不了。所以我有一个结论，你们两个人适合谈恋爱，不适合结婚。OK， 好，谢谢。胡老师，其实你内心深处最不舒服的一点是在于，你口口声声瞧不起我这个职业，但你又得靠我。我做了好人，结果还不料好。对，你这个人如果嘴下留点口德，再有点个人修养，在今天的事儿当中，你也就没有什么更多的错事儿。你自力更生，自己养自己，心直口快，虽然话没落好，该干活都干，钱给了，医院安排了，但到了最后你没落好。我相信阿蒙老师说的那些所谓原生态家庭的影响，确确实实是构成事情的主要因素。但我从来没在这个舞台上听见一个男人说出这么没骨气的话。那我花你一点钱怎么了？我不建议说夫妻之间一定要男的挣得多，女的挣得少，大家有多少能力就为家庭贡献多少，男女平等。但是我真的从来没有听过一个男人这么没骨气的话。而且他妈的话也让我非常的惊奇。赵川老师最后那个问题问得好啊，那些钱还还给女方吗？那我不还。这言下之意让我感觉好像是说，你看我的儿子这么年轻就陪了他3年，而且你还是干那种职业的，会把我儿子带坏的，难道我落点实惠还不应该吗？所以其实有的时候去想想，确实如此。既然你这么看不上这个职业，你还干嘛要让自己的儿子落他手上呢？你干嘛还要收赡养费呢？你干嘛还要别人去安排病房，要人家去安排自己还有那个小儿子的工作呢？又看不上人家，又让人家做这个做那个，自己没有一点贡献，还口口声声花你那点钱干什么？你是个男的，你怎么说得出口？所以我没什么别的话好说的了，就这个。什么样的女人照出来就是对面就是一个什么样的男人，就你变成这样跟他有很大的关系，因为你没有跟一个男人在恋爱嘛，你是跟一个男孩在恋爱。现在知道累了哈，我如果是你，我至少先活个人样。我觉得你现在真的不适合谈恋爱。一起进入黄金60秒。其实吧，陈宇，这3年呢，对于你来说，有挺多事情，怎么说呢？有挺多事情对不住你的。
我也知道你是爱我的，我以后我会学着慢慢的改正我自己，然后作为一个男人，我自己挣钱养我自己。我也希望你给我一个机会，可以吗？你每次都说处理问题，但是每次的问题你都没处理好，所以我要考虑考虑。哎呀，行了，两位请回吧。请关门。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，下载使用天天圈，提出情感问题就会得到导师们的在线解答，并且有机会在爱宝节目中得到涂磊1对1的指导。使用微信摇电视参与互动，点击左上角的宝箱抽取现金卡。关注我们的节目信息，请关注新浪娱乐、腾讯娱乐、搜狐娱乐、网易娱乐、凤凰娱乐。欢迎登录优酷、土豆、腾讯视频、搜狐视频、乐视网、PPTV 区里、爱奇艺收看节目的完整内容。接下来看看他们自己的选择是什么吧。请开门。啊。还记得是谁先说永远的爱我？对镜头跟他说吧。其实吧，这个结果我觉得也是在意料之中的，但是我还是放不下他。那你妈咋办？但是假如说真的是在他们两个我选一个，我还是选我妈。你为什么不能选择自己变强呢？然后好好去爱你该爱的女人，慢慢来吧。